传说中的3大死亡峡谷。在这里呢，石头会自行走路，而且在这里呢，动物尸骨遍地。所有经过这里的动物呢，不管是蚂蚁还是雄壮的黑熊呢，都会很快的死掉。在这个充满着神秘和死亡气息的峡谷呢，被当地人称作禁区。据说凡是闯进去的人和动物都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他们会痛苦不堪的死去。那这个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呢，还会有海市蜃楼的出现，会让人类和动物呢产生幻觉，而人类在这里呢会神秘的消失或者是死亡。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传说中的3大死亡峡谷。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唐。在我国的昆仑山呢，也曾经被称为死亡谷，那是上个世纪30年代的事情了。当时呢，被称为西北王的马步芳呢，曾经就派兵前往了新疆。但是如果按照正常行军的路线行走的话，这个时间会非常的长。于是呢，马步芳就想起了昆仑山中的死亡谷，这也就是林格勒峡谷了，因为那里可以抄近道嘛。于是呢，他就派了20多个人曾经进去查探一番。可是这20多个人进去之后呢，却只有3个人活着出来了，而且这3个人呢，还都被吓破了胆。出来之后呢，就口口声声的说这个死亡谷呢就是地狱的这种胡话，仿佛是疯了一样。那从那以后呢，昆仑山上的死亡谷呢就开始流传开来了。曾经有很多人呢想要进入死亡谷，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回来。按照当地居民的说法呢，死亡谷中偶尔会出现一种诡异的天气，而每当这种天气发生的时候呢，这里的很多动物都会莫名的死掉。那在1983年的时候呢，新疆的地质调查局曾经就派人去过死亡谷，想要探索一番。所以当时他们还想要找一名当地的导游呢，带他们进去。但是当地的牧民呢都不愿意进去，他们还拦住了探险队呢，并告诉他们讲了很多有关于死亡谷的故事，希望呢能够打消他们进去的念头。但是科考队的目的呢就是死亡谷哪里听得进去别人的劝告呢？所以在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便带着各种工具和物资呢，也就前往了死亡谷。当他们进去以后呢，结果就如同那些牧民所说的那个样子了。这里到处都是动物的尸骨，而且呢，瞬间就让他们提高了警惕。就在这个时候呢，一名牧羊人骑马就来到了山谷的入口处，而科考队的队员们都吓了一跳，因为这一片区域对他们来说是禁地怎么会出现人呢？经过一番盘问呢，他们才知道这名牧羊人呢就是在死亡谷附近放牧的。放牧的马群呢，因为贪吃鲜美的牧草，就跑到了死亡谷中。而这名牧羊人就是来寻找马匹的。牧羊人虽然生活在这片区域，他深知道这里是禁区，很危险，但是马群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如果不找到的话，损失会很大。所以牧羊人一咬牙呢，还是选择进入了山谷。可是又过了好几天呢，马群终于就跑了出来，而那个放牧的人呢，却再也没有出现过。他的家人于是就四处寻找，直到过了几天呢，他们才在一座小山丘上就发现了他的尸体。这个牧羊人当时是赤着脚，一副惊恐的模样，手里呢拿着一把猎枪，显然呢已经过了很久了。但奇怪的是他的身上呢却没有任何一丝的伤口。而牧羊人莫名其妙的死去呢，就让科考队员们倍感压力。但没过多久呢，他们就遇到了更大的麻烦。科考队员们出发的时候呢是夏天6、7月份，正是景色最美的时候。可是呢，有一天晚上呢，山谷里的天气却突然发生了变化。原本晴朗的天空呢，忽然出现了阵阵的雷声，突然就下起了暴风雪。那这样的天气呢，让众人当时都有一些惊呆了，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呢，还是科考队员的队长当时大声的呼喊让他们所有人都躲进帐篷。然而为时晚了一步因为他们队伍中的一名炊事员呢，就在他呼喊的时候已经倒下了。他们连忙冲上去把这个厨子就拖到了帐篷里对他实施了急救。可是却没有任何的作用，让所有的人当时就万分的着急。可是外面的天气当时非常恶劣嘛，想要把人送到医院呢，根本就不可能嘛。就这样呢，众人在那个帐篷里就等了20多分钟，直到这种诡异的天气结束之后，他们才赶紧把这名男子就送到了医院。好在呢，这个人伤情并不严重，几个小时之后就苏醒了过来。据他所说呢，他当时正在炒菜嘛，只听见一声巨响两眼一黑就晕了过去，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也让众人心中有些担心了起来。而等他们去医院看完病所有人又回到了这个营地之后他们居然发现周围原本的草地居然全变成了一片焦土。那在这附近呢，到处都是动物的尸体。看到这宛如地狱一般的景象呢，所有人当时呢都不由得忧心忡忡。那为了安全起见呢，于是下令呢立刻撤离死亡谷。所以最后他们都离开了。最后呢，专家们又派出过一支队伍对死亡谷还进行了调查。他们就发现这里异常的现象都是由于磁场的缘故。专家说，在死亡谷的底部的最深处呢，存在着一种大量的玄武岩和磁铁。
那这些东西与气候碰撞的时候就会发生出反应，而形成一种诡异的气候，这就是死亡谷发生异常现象的原因了。那第二个关于死亡谷的知名事件呢，是发生在1848年的8月份。当时的美国的《纽约先锋报》曾经报道金矿在加利福尼亚被找到了。当这个消息被公布出来的时候呢，美国和全世界呢都掀起了一股发家致富的淘金的浪潮。那这些人都是从这个盐湖出发，前往犹他州的首府来补充物资，然后再翻山越岭呢前往加利福尼亚。但是在冬季呢，由于积雪太多呢，很少有人会选择冒险的挑战那些高大险峻的山脉。在1844年的10月呢，一群黄金的探险家就错失了出发的好时机嘛。由于他们不愿意在这个盐湖等待开春嘛，所以他们不听别人的劝告呢，毅然决然的就踏上了一条前往以前从未有人经过的山道。经过了一番艰难的跋涉呢，他们一头就栽进了一个奇怪而又凶险的大峡谷。当时粮食和水呢全部都用完了，有些人熬不住还饿死，有些人把马车烧了，有些人呢把那个拖车的牛宰了而烤成了肉干。他们背着背包向南一直走去最后呢只有极少数的人逃了出来。当他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呢，回头看着那些陡峭凄凉的大峡谷呢，心中充满了伤感，还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死亡谷永别了。这就是死亡谷名字的由来了。但很快呢，那些幸存的人也都莫名其妙的死掉了。在1933年呢，美国的总统胡佛呢就将这个死亡谷正式的命名，并将其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区。在1994年的10月呢，美国的国家公园局呢正式批准成立了死亡谷国家公园。由于其原始而壮丽的风景以及人们对自然的渴望呢，使得这里的游客络绎不绝。那在这个死亡谷中天气是很热的，最高温度曾经达到了56.7度，年平均降水量呢仅46毫米，略高于撒哈拉沙漠。这里是北美洲最热最干燥的地方，也是印第安人所说的着火的土地。在这个死亡谷中呢，连飞鸟呢在太阳底下都要喘着粗气，更何况是人呢？所有的人的生活的必需品都必须从外面运进来，包括饮用水。也曾有不少人因为误入这里而丧命，最后连尸体都找不到。在死亡谷中脱水和中暑呢是致死人数最多的2大杀手了。谁要是对酷热的天气掉以轻心那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夏天呢，死亡谷的平均气温都可以达到41.6度。人们会不断的出汗，当身体对高温的耐受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身体的温度便会出现不正常的上升，并且呢不再流汗。人体想要保存水分呢，但是高温会让人体的各个器官崩溃，最后在死亡谷中死去。在这个死亡谷里走呢，如果没有带足水是必死无疑的。而在这片区域内呢，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人们在进入这个死亡谷的时候，往往对自己所看到的东西会有错误的估计，这也是造成这些人死亡的原因之一。当他们尝试穿过山谷一望无际的盐碱地的时候他们眼前会浮现出一些虚幻的画面，如同海市蜃楼一般。从远处看去白茫茫一片，在阳光的照耀下呢，显得格外的空旷，会给人一种错觉让人分不清东南西北，甚至会产生错误的决定。科学家们也相信有一些人在这里是死于意外或者是中毒。他们对这个死亡谷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发现呢，在历史时期死亡谷曾经出现过一次大规模的地壳运动，但后来又被大量的沉积物所覆盖，因为被泥土掩盖呢，所以很难被人发现。而有人就猜测呢，应该有人不小心踩到了这种断层的泥土之中掉到了裂缝里面，最后呢就是连尸体都找不到。另外呢，死亡谷中还蕴含着大量的矿产，一些科学家就认为呢，死亡谷中有一种有毒的矿石，如果有人运气不好呢，靠近了这种矿石很容易会被毒死。但这也只是一种猜测嘛，谁也说不清楚。在死亡谷的一个角落里呢，还有一个古老的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河床，那里呢便是雷斯特拉克盐湖了。空旷平坦的河床的表面散布着一些或大或小奇形怪状的这种岩石。那这些岩石呢，从最小的数十克到最大的数十米，都能如动物般的在这个河床上穿梭。它们虽然很安静直到深夜的时候它们才会苏醒移动。也许你今天白天的时候看它们在这里，但第二天呢就会在几公分、几米或数十米之外了，并且河床上呢会留下清晰的移动的痕迹。在1969年呢，当科学家们近距离的观察这个雷斯特拉克湖底的岩石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这些岩石在1年内全部都发生了位移，位移最大的一次到达了364公尺远。而那些汇走的岩石呢，让这片死气沉沉的峡谷呢显得更加神秘。对于这一怪异现象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科学结论。
唯一一个较为靠谱的说法呢，就是雷斯特拉克湖的这个湖底啊，覆盖着一种特殊的土壤，经过这个降雨之后呢，土壤会变得非常的湿润。一旦刮起大风呢，岩石呢便会在风力的作用下，在这个光滑的泥土表面滑动，并随着风向的变化而改变滑动的方向。再加上此地啊干旱早春，雨水稀少，石头运动后所形成的脚印呢，更易于硬化，并可以长期保存。因此呢，纵横交错啊，形状各异的石头的脚印啊，就形成了大峡谷内的一大奇观了。那第三个著名的死亡峡谷呢，是堪察加半岛，它是位于俄罗斯远东地区啊，是俄罗斯的第2大半岛。堪察加半岛与很多俄罗斯大城市啊相距遥远，而且气候条件复杂，所以很少有游客会到这里来旅游嘛。堪察加半岛啊，冬季漫长而寒冷，广袤的土地上呢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地形呢则以火山为主。堪察加在俄语中呢是极其遥远之地，在俄罗斯的眼里呢就意味着遥远、荒凉、充满危险的地方。坐落在堪察加半岛上的死亡谷呢是一个禁止任何人进入的地方。这是一条宽300米啊、长2000米的险峻峡谷，而且峡谷里呢经常是薄雾弥漫，看不到一点啊动物的痕迹。附近的一名护林员呢，他就说啊，曾经看到过这样一幕，他看到一只胖乎乎的黑熊啊，大概是饿坏了，而山谷里呢到处都是野兽的尸体。由于这个黑熊忘了自己是不能够进入峡谷的呢，就跌跌撞撞的冲进了峡谷，还没等到尝到食物的味道呢，就一头栽倒在地啊，一命呜呼。有人想要弄清楚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于是有人就组织了一支研究队啊，对这片区域还进行了调查。结果就发现，无论是强壮的黑熊啊，还是聪明的兔子，甚至是田鼠呢，都无法幸免。而科学家们啊，用先进的仪器对它进行了观测，就发现它们一旦进入了死亡谷啊，就会直接倒在地上，惨不忍睹。而这个山谷中呢，不知道多少年来啊，有多少动物呢埋葬于此，因此呢，空气中就弥漫着一股腐朽的味道，令人不寒而栗。同样呢，来到这里的人呢，照样会被吞噬。有一次，村里一个小孩子啊，到离堪察加半岛不远的这个死亡山谷附近啊，去摘水果，他就看见那个山下有2只羽毛异常美丽的鸟，而无知的这个孩子顿时就忘了大人的嘱咐嘛，急匆匆的就朝山下走来。可是还没等他摸到这个漂亮的彩色羽毛的时候呢，他就扑通一声啊，倒在了地上，再也不动了。那根据调查呢，已经有30多个人啊死在了这个地方，他们不知道是被下了毒，还是中了诅咒呢？为何那些鸟兽甚至是人类呢，一旦进入死亡谷就马上会死呢？对于堪察加半岛的死亡谷啊，科学家们已经进行了很多次的探索，但是结果都是微乎其微的，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一些科学家们则认为，死亡谷是由于火山的作用而形成的，是一片硫化岩石，含硫岩层呢会释放一种有毒的气体啊，氯化氢和二氧化碳。那鸟兽呢就是吸入了这种气体而中毒死亡的。但是这个结论啊不是很有说服力，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个硫化氢和二氧化碳并没有那么快能够迅速的杀死动物呀，往往都是慢慢的起作用的嘛。还有一位科学家曾经亲临现场呢，他就写道啊，关于死亡谷的神秘传说，一开始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这里是受到了诅咒，所以才会寸草不生，而所有人都老老实实的遵守着绝对不能够踏足这里的誓言。直到有一天，苏联的军方的直升机出现在了死亡谷，这才让这件事情的真相彻底暴露了出来。根据目击者说呢，这架飞机上有一个少校和2个年轻的女子，还有一个男人，他们对这里所有的动物进行了快速的尸检，而取走了肉块和牙齿，这才离开了这里。所以有很多人就认为啊，这些黑熊的死很有可能就是苏联的军方呢在这偏远的地区啊在进行实验而导致的。顿时呢，这死亡谷就多了几分神秘感。但苏联方面呢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因为这里曾经是一片荒芜之地嘛，只有一小部分人啊是在18世纪初期才被移民到这里来的。因为这里地形复杂，气候多变，所以还有许多地方没有被开发嘛。或许正因如此呢，很多人都将这件事情与苏联军队就扯上了关系。而俄罗斯的一名科学家弗拉基米尔·列昂诺夫呢，就带着自己的团队啊，开始对这片土地进行了探索，而且他还做了一些防御措施嘛，就是穿上了防护服等等。但是呢，一旦进入死亡谷呢，他们就会感觉到眼睛和鼻子啊，所有的那个孔呢，都火辣辣的疼痛，还不停的咳嗽，就像是被一种无形的大手掐住了喉咙，有一种说不出的窒息感。好在当时呢，他们神智还算清醒啊，就及时逃脱了。而这一次的劫后余生呢，就使得他们首次以公众的角度啊，对这个死亡谷当中的恐怖景象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并且被刊登在了堪察加州的普拉夫达的一份报纸上，引起了大量的科研人员的注意。根据科学家们所说呢，俄罗斯的死亡谷的底部是一片硫磺岩层，里面的硫磺暴露在空气中啊，会释放出一种毒气，叫硫化氢。
那么这种毒气充斥着整个峡谷呢，更要命的是，一旦进入人体啊，就会对中枢神经而产生影响，导致呼吸中枢的麻痹，于是就会导致缺氧和窒息。在一定的浓度下呢，这个硫化氢还会让人像触电一样瞬间死亡。所以大家看了这3大死亡峡谷呢，觉得哪一个更凶险呢？请在留言中告诉我吧。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别忘了宇哥跟小唐的视频是每3天更新1集，一定要点击宇哥头像进去翻找哦。制作视频不易，一定要关注、点赞，鼓励我们继续做更好的作品给你们看哦。好了，拜拜。拜拜。